今天来修这台液压折弯机，它的故障现象是这两个脚踏板一个上升一个下降，现在是踩哪一个都没反应，这个得看一下它的控制柜。他们说干活干得好好的，突然就不好使了，然后他们自己修了2天也没修好。线没动过吧？没动，线没动。习惯了。也就是听这个液压的声音一点反应没有。我上去看一下电磁阀。你下边启动一下。啊，都不亮了，这灯这都不亮。现场的机器的声音太吵了。现在这4个电磁阀的线圈指示灯是不亮的。他们说刚才还亮呢，这一会儿又不亮了。他们说一开这4个指示灯一块亮，指示灯一块亮也是不正常的。线都没动吧？还得看下边线都不亮。电磁阀多少伏的？24的。24伏。电磁阀的线。106。130。直流的。它这个电路原理是变压器变出20多伏的交流电，然后这个20多伏的交流电又通过整流桥变成直流电，直流24伏。没过来，24伏没过来。保险丝，我刚才就怀疑保险丝不好。还有保险丝吗？保险丝还有吗？保险丝。有保险丝吗？保险丝啊？下午1点就去过了。下午1点钟。我赶紧跑来着，尽快给你修。找个保险丝。再看一下其他的保险丝有没有断的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指针表测电阻或测通断之前可以先调0。我这个调不了了，这是因为表里的电池快没电了。为什么会烧保险丝呢？这个得测一下它下边的整流桥有没有问题。整流桥这4个爪分别测量两两之间，看它通不通。测二极管单向导电是通的，2个表笔倒换一下，再测这2个角，完了，很显然是短路击穿了。这两个角是正常的。现在确定整流桥有问题，把整流桥拆下来，直接用斜口钳把线掐断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整流桥。拆下整流桥，我还得再测一下，因为测量的这2个爪是一个二极管，所以它是单向导通的。2个表笔导一下，它不该导通，它导通了，这就是不对的。这样直接换一个新的整流桥，
客户出去买整流桥了，我也把我万英表的电池换一下。这个表用了1年多了。大家收到这个表以后，那个教学视频里就是从装电池开始，然后一步步分享着万英表的用法和技巧。电池尽量用好一点的电池，电量足。现在是2个表比短接，标准100到头，然后调零，把它调到0位，这样测电阻测的比较精确一些。另外有的师傅说这个表耗电快，平时除了测漏电以外，不要打在城市开档，因为这个档位它输出一个高电压，一般都是用这个档位来测漏电，所以平时不要打在这个档，要打在交流1000档，也叫关机档。打在城市开档2-3天就没电了，这个大家平时要注意一下。为什么会击穿整流桥呢？下边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呢？我想测一下电磁阀线圈，测量之前先调零，这已经调零了。调零是为了测得更精确。这是这几组电磁阀线圈，电源线，直接测电源线的电阻，看看正不正常。只要看表针摆动的位置是不是一样就可以了。像这种情况，表针摆动的位置一样，15欧。再看这一组，这几组都是15欧，很正常。所以说我觉得它的线圈是没问题的。那就直接换一个整流桥试试。这是一个新的整流桥，其实它就是4个二极管。看一下新的整流桥，这2个爪导通吧，然后反过来表比不导通，这就是正常的。如果测的相邻的2个爪正反都导通，或者是都不导通，那就是坏了。再看一下刚才这个坏的，直接测量这2个爪，很明显都短路了，就是击穿短路，这属于短路，所以会烧保险丝。直接把新的给它换上，拿出跟了我20多年的老烙铁，出来没带那个快插头，所以给它直接往上焊电线。这焊的确实是不咋地，直接给它换上。这就换上了。线接的确定没问题，我确定。直接测量整流桥的输出电压，直流，30多伏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整流桥没问题。可以开机试试。哎，行了，行了。哪一个是？哎，好了，厉害，这就好了。这个故障就是因为整流桥的击穿，导致烧保险丝，导致设备启动不了。好了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来到客户家修个电路，打电话报修的是个小姐姐，先敲门，说家里的电闸不定时的跳。人不在家，给了我密码，这对我这么放心呢？密码是1234556。咱是一个正经人呢，先带穿上鞋套。他们家的主配电箱在门口，看一下总闸，40安的总闸会时不时的跳，插个热水器，插个烧水壶，偶尔就跳了。我就愿意干这样的活，简单。电闸要么小了，要么坏了，那就看一下有多简单。打开配电箱，这个角度看我得有1.8米，完了，露脸了，得把美颜打开，还是这种固定相机拍的效果比较好。打开了，看一下总闸，一眼就发现了问题。
螺丝虚结发热导致的用电就跳闸。虽然40安，但是用电量稍微大一点，它就开始发热就跳。这个处理也简单，直接换一个电闸就行。换电闸也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个人换的话，需要断电。零线这个螺丝压了，但是没压紧，所以才会烧坏电闸。把电闸取下来。像这种线头没压紧导致虚结发热的故障，我们一年能修很多次，是一个很常见的故障现象。直接给它换一个新的空开。像这种空开压线，怎么才能压得更紧？我一般都是花口螺丝刀压完以后，再用平口螺丝刀再紧。也可以用这种手电钻来紧螺丝。我这个劈头是用的空开专用劈头，11字劈头。它和空开这个螺丝吻合度比较好，现在很多师傅也都在用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这打个广告带个货，我放在了左下角小黄车，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。对于孔比较小的螺丝，可以用5个的劈头，上插座用的劈头。好了，把所有的螺丝都紧了一遍，可以合闸送电。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小故障的检修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台设备坏了3天了，一直没修好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能搞好，反正找不到原因，我是分文不取，就等于白跑。看一下什么故障。打开配电箱门，他们说设备现在送不上电，一送电就跳闸。看一下跳哪个电闸，这里有一个空开，这个电闸是拉下来的，那跳的是哪一个电闸呢？它的上一级这个也不跳，跳的是那边那一个总电闸。总电闸是漏电保护器，这个一跳全场没有电。一说跳总漏保，我心里就有把握了，漏电呗。这些分闸不跳是因为都不是漏电保护器，一看是跳漏保，那这个故障就不难搞。一说送电跳漏保，我就怀疑是漏电。上我的指针万用表，测漏电，这3根是设备的进线，测一下进线与外壳，表针没动，这是不漏电的。就是与设备的箱体测量，如果是漏电的表针会摆，这一项还是不摆，不漏电。一送电就跳，应该摆的呀，它为什么表针没有反应呢？哎，摆，这一项电这根线是摆的，对外壳是漏电的。再看一下这路线连了几路出来，接线排是连体的，这是一路，接的啥也不知道。这边这是零线，这是零线排，它的控制线路的电闸已经断开了，它们是连在一起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一路漏电，一根一根的拆，只能说一路一路测拆下来这根红线与设备外壳漏电，端子排还是漏电，这个红线与设备外壳漏电，它这个表针会慢慢的回位往回摆，就这种现象我认为就这根线是没问题的，它不漏电。你看漏电的线路多坚挺，唰一下一摆到头，要不是被挡住了，它能摆180度。所以说漏电的线路还是在端子排上。而这根线之所以呈现这种现象，是因为它的回路零线是漏电的，它和零线之间有回路，回路上如果有电容，它会慢慢的放电，所以这根线没问题。看着上面这3根线，拆掉这2根线，单独测量，这1根线对外壳这个没问题，再测另一根也没问题，再测端子排100到头，还是端子排有问题，就剩这1根小线了，把它拆下来，测拆下来这个小线头，
100到头。这根线是漏电的，端子排好了，不漏电了。好了，现在就确定这根线是漏电的。这根线先放一边。另外它的零线也是接在一起的，测一下零线排，所以零线也是有漏电的。和测火线的方法一样，把这个零线排一路一路往下拆，拆完以后再测量，看看漏电的是哪一根线。像这种慢慢回摆的，那就不是它。最后找到了这根线，摆的比较狠。除了那根线，其他的线对设备外壳都不摆。拆完以后我发现，刚才漏电的那个火线也不漏电了。这是个什么线呢？是个急停的电源线。好奇怪呀，火线都不漏电了。那现在只能顺着这个漏电的这个零线往下找。零线接了个端子排，我发现端子排下面接出了一路，这是什么线呢？电源线吗？一火一零。那是不是这路线有问题呢？那这个线接的什么呀？这是？不管接的啥，我先给它拆掉这根线。上表测量，拆下来这2根线确实是漏电的。这样漏电的线路就找到了。他们说这根线接的是一个制冷机，而制冷机在外边。把制冷机的外盖打开，这样就可以测量。还是从主线开始对设备外壳，显然是漏电的。制冷机它后边接的水泵、压缩机，最后测量的是压缩机有问题。那就把压缩机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是接线盒。压缩机就相当于电机，里边是有线圈，把接线插头拔掉。测量线圈、端子与外壳是漏电的，很显然是漏电的。这样我就找到了设备故障的最终原因，就是压缩机漏电造成的。这个要换压缩机，这个我干不了，这个钱留给制冷的师傅去挣吧。我这趟活总算没白跑，这还得说多亏有这个指针万用表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